天武大陆高手遍地，武者云集。天武大陆的每一位武者都需经历淬体、断骨、聚气、元丹4重晋级后，4级之后聚3魂成王道，生死立王道。但是只有一人能成为天武大陆最终强者，他便是神界第1战神韩阳。韩阳，交出神界第1神位，我们便饶你不死；否则，今日我魔尊无天，携带妖王炎君、人皇轩辕3阶圣祖，将你斩杀！想要第1战神的位置，那就要看看你们有没有本事了。没想到我韩阳也会落得被3界诸神围攻的下场。也罢，这个位置我又坐得太久了，是时候要离去了。韩阳，昔日神界第1战神，转生第9世，竟沦落成小小陈家的卑微赘婿。去你狗国！难道你还不觉醒吗？为什么？10年了，为何我一直被困于淬体1重？为什么？韩阳，3日后就是1年1度的试炼场评测日。你这个丢人现眼的东西，和你父亲一样，都是韩家的耻辱。师父，这是何意？哎，念给他听，大声点，让他听好了。韩家族长韩风卑鄙无耻，吃里扒外，妻子韩阳荒淫放荡，不学无术。经韩家全族决定，现罢黜韩风族长之位，免去韩阳世子之位，剔除族籍。什么？承天之佑，先祖遗训，韩风父子无才无德，废教武功，剔除族籍，此乃韩家全族众心所向。师父，你这是何意？韩风罪孽深重，已打断4肢，关入大牢。韩阳挑断脚筋，逐出族门，永世不得踏入韩家半步。什么？不可能！你们这群蝼蚁，怎么可能伤得了我父亲？一定是你们用了什么恶毒的手段，才伤害了我父亲。你父亲大逆不道，人神共愤，早就该逐出族门。三叔，你还真是会颠倒黑白啊！我父亲乐善好施，广积声望，要不是我父亲，这个小小的韩家怎么可能位于洛城4大家族之首？放屁！韩家有如今之地位，全凭我的能力和韩家全族人的努力。你父亲有何脸面在此邀功？就是啊，我父亲对你们恩重如山，如今你们居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，你们良心被狗吃了吗？韩阳，10年来你武功毫无长进，让我们韩家在洛城沦为笑柄，你还有何脸面质问族人？大家说，韩家父子是不是咎由自取？是，韩家父子咎由自取，罪有应得。就是罪有应得。族长说的对。族长，正是。韩家全体族人共同推荐我韩冰为韩家新任族长。原来如此，欲加之罪，
何患无辞？韩冰，你不择手段夺我父亲族长之位，又何必在列祖列宗面前装得如此道貌岸然？你简直就是卑鄙无耻小人！好你个弃子！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来人，听张武师拉出去喂狗。起来，放开我！今日的韩家好生热闹啊！今日的韩家好生热闹啊！岳父，韩冰以无耻手段断我父亲双腿，囚禁大牢，还望岳父替我做主，救我父亲。啊！陈大长老今日前来，是给女婿出头来了。岳父，休再喊我岳父！一个韩家弃子，无能属位，有什么资格做我陈家的赘婿？老夫这次前来，就是你退婚的。什么？连陈家也背叛了我父亲？韩阳，如果你不是韩家世子，你以为我会多看你一眼吗？韩阳，你是韩家的继子，我陈家为何要接手呢？我堂堂陈家矮了韩家半头不成？简直是天大的笑话！我与巧倩的婚约是当年我父亲和您亲自定下的，您为何出尔反尔，言而无信？做一个丧家之臣，谈什么信誉？我家倩儿1年时间已是淬体8重，被誉为100年一遇的武学奇才，而你呢，淬体1重废了，如今又失去了韩家庇护，现在就算给我们家倩儿提鞋，你也不配。陈长生，10年前你可是在街头要饭的，是我父亲可怜你收留你，你才有了如今的家业。你这个小人，你怎敢忘恩负义，狗眼看人低啊！父亲，对于这种无用之人，打出去便是，何必跟他多费口舌呢？小倩，我们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，怎么连你也看不起我？我即将要嫁给李家世子李丽做妾，而你不过是一条丧家之犬罢，你怎么也敢奢望娶我？秋倩，这10年来我对你尽心尽力，你怎敢背着我偷人，宁愿嫁给别人当妾啊！李家世子到！李家世子到！棒打落水狗，怎么不通知我李丽？力哥年纪轻轻，武力值已达断骨境，是洛城100年难得一遇的奇才。就算是嫁给李家世子做妾，也胜过你这舔狗100倍。韩阳，区区淬体1重，也妄想迎娶陈家大小姐，简直是天大的笑话。我实话告诉你，3个月前你未婚妻就已经是我的了，你每日去城外练功，我就和巧倩温存，你未婚妻啊，真的很顺。杀了你们！我要杀了你们！就凭你啊！陈长老，此乃长白山1000年人参。1000年人参有断骨2重功力之奇效，这可是天下武者花钱都买不来的。此乃100年一遇的花露灵药。花露灵药，服下可延寿1000年，与神龟同寿啊！此乃昆仑神剑，乃昆仑寒铁锻造9景81天而成，削铁如泥，剑力直达云霄。这些都是我李丽给陈家的聘礼。恭喜陈长老啊！这些都是无价之宝，放眼整个洛城，这也找不出第2件呢。废物，还不睁开你的狗眼，看看清楚，那几样哪一件东西是你韩阳这辈子能触摸得到的？韩阳，你自己说说看，你要是我，你愿意把倩儿嫁给你这么一个无所事事的烂泥吗？韩阳，你文也不行，武也不行，穷鬼一个，烂命一条，你拿什么和李世子争？你我什么我？你个癞蛤蟆，还有脸赖在此处，还不赶紧滚，免得碍了李家世子的眼！
杨儿，我不许你们侮辱我杨儿，不许你们侮辱我杨儿。母亲，千饶，女人不可以进祠堂，你来做什么？韩冰，你已经做了族长，放了杨儿。你要我放了韩阳可以，除非什么？除非你做我的女人。你要再往前一步，我就……千饶，做我的女人有什么不好？我哪一点比不上韩风？我现在贵为韩家族长，而他却成为阶下之囚，废人一个。为什么你还不能接纳我？他是他，你是你，你放我们母子一条生路。我保证杨儿不再为父报仇。母亲，何必求他呀？千饶，真香啊！18年前，你本就应该是我韩冰的女人，我那个废物哥哥给不了你的，现在我都能给你。好，只要你放了杨儿，我答应你。真的？把脏手给我拿开，否则我杀了你全家！哎呀，你没听见吗？你娘要做我的女人，给我叫声爹，我可以考虑饶你不死。老东西，你残害兄长，欺辱兄嫂，畜生不如！我杀了你！废物就是废物，要不是为了千饶，我怎么可能做你这废物的爹？我和你拼了！杨儿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我可以，如你不行。韩阳今天就算是死在这里，我也不会让这狗贼玷污我母亲！永远别回来！千饶，该死的，居然使用传送御锏！没事，他跑不远。来人，给我追！母亲，为什么？传送御锏，我一人逃出，又有何用？母亲，既然苍天不仁，我愿化为厉鬼，将他们一个个生吞活剥，送入地府为你陪葬。你是何方仙人？为何不让我死？你乃上古玄冰灵体大帝之资，只可惜现在功力有限，不能激发。你当拜师苦练，有朝一日彻底爆发，手刃仇人，才是大丈夫所为。你说的不错又如何？这10年来，我一直被困于淬体一仇，不能激发，如何能报得大仇？宿命筹寸，凌空瞬移，你竟有聚气境以上修为。哼，你小子还算有点见识。若你真的想，你怎么了？你这是要干什么？用你体内的玄冰为我降温，我的邪火正需要你玄冰之体为我压制。好烫！
你乃玄冰圣体，这附近有9门一宗的元门，你想办法拜入元门，就有机会解救你的父母了。姑娘，请留下姓名，我会为你负责的。哼，负责？你能活下去再说吧，傻子。更何况我为破身，为何需要你负责？今日之事，我不准你和任何人提起。此乃是我贴身玉佩，若你能活下去，日后我们会再相见。今日之事，我不会对任何人提起。但你在我万念俱灰之际指点迷津，又与我有肌肤之亲。此刻，你就是我寒阳的女人，我这就去元宗学艺。等大仇得报，我一定会找到你，娶你为妻。寒阳，你个废物！今天你定是插翅难逃。传送玉简呢？传送玉简乃我韩家至宝，我怎会给你这种厚颜无耻的小人？你害死我母亲，囚禁我父亲，此仇分天出海，我必将你碎尸万段！哼，片刻不见，长本事了！终究不过是淬体一重的废物。我堂堂韩家族长，好歹也是断骨之境，就凭你，也妄想伤我，简直是白日做梦！说，韩家之宝传送玉简呢？我就算是死了，也不会告诉你。丹田破碎，经脉尽断，想报仇，下辈子吧！来人，扔到悬崖喂野狗！母亲，对不起，我要食言了。父亲，孩儿无能，不能救您了。没事。这是何处？这是你体内。我体内？我体内竟然有如此巨大的景观！昔日的神界第一战神，转世第9身，竟沦落成了小小天武大陆的一个卑微赘婿，简直可笑。你是谁？你怎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？我便是你。你是我？受尽羞辱，韩阳，堂堂神界第一战神，是时候该觉醒了。受尽羞辱，韩阳，堂堂神界第一战神，是时候该觉醒了。这就是九转星辰诀。旧事记忆，我已想起。历经9世，修行万年，我所知道的奇功妙法数不胜数，其中就有一门功法，不需要任何人能，便可修复丹田，
提升武力，那便是九转星辰诀。大喜大喜啊！没想到预言成真了，您就是千年一遇的武学奇才啊，真正的天选之子啊！10年前，天武大陆出现预言，传说洛城即将诞生一位千年难遇的武学奇才，到时候万丈光芒冲破云霄，霎时间日月同辉，此人必将成为天武大陆的第一战神，一统武林。世子，放眼整个洛城，除了您，还能是谁呀？此话当真，绝无虚言。不愧是九转星辰诀，一炷香的时间，丹田已然恢复，还助我脱离淬体境，直接晋升断骨之境。虽然现在还未完全恢复，但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。韩家、陈家、李家，你们等着受死吧！3日之后便是1年1度的试炼之日。传说试炼场上的那块试炼石，只有真正的武学奇才才能点亮。到时候，世子将在全城英雄豪杰面前点亮那块试炼石，全洛城的老百姓都将见证您创造历史。我的眼光真好，看来我终究还是选对了。好，3日之后，我李立登顶。欢迎诸位豪杰来到1年1度的试炼大会。本次大会由晚辈李立代表李家主持，还望诸位前辈多多包涵。10年前，洛城天降预言，洛城将会迎来一位千年一遇的武学奇才，天武大陆第一战神。战神一出，光芒万丈，冲破云霄，一统武林，日月同辉。如今，老夫想，此人已经出现了，而且就站在我的面前。没错，李家世子便是预言中所说的千年一遇的武学奇才。传说，这块试炼石只有天武大陆第一战神才能点亮。1000年来，无数英雄豪杰跃跃欲试，但他还从未被点亮过。如今预言成真，我们迎来了天武大陆第一战神，这块试炼石终将会被点亮。幸好抛弃了韩阳那个废物，选择了李少，我陈巧倩注定是要母仪天下的。李世子，诸位都已经等不及了，请您快前去试炼，让众英雄见证历史。既然如此，那晚辈李立就不客气。韩家、李家、陈家，来受死！韩阳，你居然没死！大仇未报，怎么敢死？陈长生，你忘恩负义！李丽，你夺我妻子！韩冰，你求我父亲，逼死我母亲！今日我韩阳就要你们血债血偿！韩阳，没想到你还真是命大，捡了条狗命，就应该学聪明点，苟且偷生活下去。没想到你还主动过来寻死，还真是愚蠢至极啊！寻死？那就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今日到底是谁在寻死？真是头犟驴！既然你这个废物想要自寻死路，那本世子也成全你。待会儿你给本世子看好了，一会儿我先登顶于洛城，
然后砍你四肢，绑回李家。等我和你最心爱的女人洞房花烛之夜，我要让你亲眼看着我和景倩共赴李少，别跟他废话，众人已经等不及了，领请。如今，这个地方都是你自找的。是，没成功啊，没成功！世子，帝是今日时机不对，择日再选良辰吉日，定能将它点亮。好一块破石头，居然不给世子面子，真该把它砸碎了，扔进茅厕里。李世子居然没有成功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们还真是会自欺欺人呢，简直让人笑掉大牙。你行你来啊！哼，小畜生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一条丧家之犬，也敢瞧不起世子？韩阳，你要真是个男人的话，就去把试炼石点亮啊！一无是处的废物，只知道狂犬吠日，真不知道你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个世上。一炷香已到，九转星辰诀已恢复极致。哼，笑了，马上就送你们上路。我韩阳今日也成全你们，让你们在临死前开眼，别死不瞑目。什么？难道这千年一遇的武学奇才真的是韩阳？既然怕了，那就跪下谢罪。我韩阳可以让你们死得痛快，让尔等免受些皮肉之苦，不然……李世子，陈长老，这只是这小子的旁门左道幻术而已，我这就叫人将他拿下。打碎！将这小子给我碾成杂碎！是，这是你撒野的地方，找死！什么？一掌击杀断骨境的武者？韩阳可是个废物啊，怎么可能？这小子究竟得了什么真传？怎么完全变了个人似的？杀我韩家武者，老夫今天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来人，将他给我拿下！韩阳不是修为被废，丹田破碎了吗？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？哼，猪狗一般的东西，容不得你猖狂！老子今天要亲自废了你的武功！老匹夫！竟然能接住陈长老一拳，让我退了3步，但你这小子居才退了1步，这小子何来如此深厚的功力？你已经废了他的武功，究竟发生了何事？不好，尽管已拥有前世神功，可当前的肉身修为终究太低了。李世子，看来我们是多虑了。就算他再深开了窍，又怎是陈长老的对手？韩长老所言极是，山鸡始终就是山鸡，难道还能飞上枝头当凤凰不成？我原门功法千万，从来没听说过什么九转星辰诀，这是什么下九流的玩意儿？下九流的玩意儿，臭小子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天罡拳！天罡拳！星辰之力！
这堂堂陈家大长老，居然败给了淬体境的废物！看在你和我父亲有交情的份上，我饶你一条狗命。你功力尽毁，倒也是好事。以后颐养天年，别再出来害人。父亲，韩阳，你竟敢伤我父亲！陈巧倩，你背负婚约，与李丽苟且，无耻至极。你父亲忘恩负义，与韩冰、李丽沆瀣一气，迫害于我。你们父女难道不该死吗？谁让你是个废物！我给了你10年时间，你有半点长进吗？我陈巧倩世家嫡女，国色之姿，凭什么要把自己交给你这样一个一无是处的废物？只有李少这样的人中之龙，才能配得上我。李少，快给我杀了他！韩长老，给我杀了这小子！韩阳，居然敢当着我的面废了陈长老！今天我扒了你的皮，为韩家立威！韩家立威，真是可笑！你小人得志，断我父亲双腿，逼死我母亲，还要废我功法。你在韩家早就没有任何威信可言了。韩冰，你罪该万死！杀母之仇，夺妻之恨，杀！好一个七杀之时！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何为断骨五重。这就是断骨五重的威力吗？韩阳死定了！什么？韩长老败了！韩阳，韩长究竟是什么怪物？韩阳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一家人？你们毁我婚约时，可记得我们是一家人？你们将我打伤，几乎打死时，可记得我们是一家人？你们囚禁我父亲，逼死我母亲，追杀我之时，你们可记得我们是一家人？一家人？韩阳，你饶了我，你饶了我，我可以帮你做韩家家主啊！现在后悔已经晚了。住手！你杀了韩冰，我们李家不会放过你！李家土鸡瓦狗，等会儿我就打死你！你敢动我，我乃堂堂李家世子，以我们李家在江湖中的地位，你杀了我，就是与整个武林为敌！你说什么？韩大侠饶命！韩大侠，是我有冤无仇，我该死！韩大侠不伤无名之辈，请韩大侠饶我一命！都是这个贱人的错，是这个骚货先勾引我的。韩大侠尽快把他拿去，送我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。你说什么？你不光保护不了我和我父亲，还要把我送给这个废物！你这个贱人，还不赶紧给韩大侠赔罪！陈巧倩薄情寡义，她不配。我说过，如我父母者，死！等一下，韩大侠，我愿意以父亲的行踪换我小命。据我所知，您父亲韩风根本没被韩家关押，他早已被辕门带走。辕门？对，就是那个9城一宗的辕门，那个举办辕门玄武的辕门。辕门无选。您父亲最后一次出现，就是在颜月谷，那里便是辕门的地盘。辕门辖域9座城市，号称9城一宗，势力极为庞大。我父亲与他有何过节？我也不是十分清楚。你们高手如此，以我目前的实力，想以武力入侵，几乎不太可能。韩大侠想进入颜月谷，也不是没有办法。继续。3日之后，便是辕门无选。以您的实力，
亦能成为辕门弟子。辕门五选是天下头等大事，当选者必能名震江湖，以韩大侠的实力，必能一举成名。到时候您调查父亲的事情，也就方便多了。说的有道理。韩大侠，你刚刚说好的饶我一命，看在你戴罪立功的份上，我今天就饶你一条狗命。但是，若是今后再敢害我，韩冰就是你的下场。谢韩大侠。金丹就能恢复。小兔崽子，你胸无城府，毫无心计，不知斩草除根的道理，终究成不了大事。明日辕门五选，必将一步登天，到时候一定将你碎尸万段。韩阳以下犯上，弑了族长，背叛族人，大逆不道。你们韩家世代与韩阳不共戴天，以后你们韩家和陈家由我们李家罩着，都明白了吗？我不同意，你根本就保护不了我们两家族人。你个贱人，竟敢忤逆于我！我要不是看你有几分姿色，这种贱货也配得上我啊！畜生！以后我就是你们韩家和陈家的族长，还有谁不服啊？放出话去！韩阳背叛族人，弑杀韩家、陈家两大族长，大逆不道，乃武林公敌，天人唾弃。是。韩阳根本不知道李家和辕门的关系，李少可以抓住一切机会杀了韩阳。飞马，辕门五选。谁能选上？对啊，荒唐，真是荒唐！这样的废物也来参加辕门五选，当我辕门是兄弟吗？哎，九成寒门的年轻武者，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呀！那个小家伙与众不同，18岁古灵，断骨2重，一般吧，勉强4品天才，能杀出龙吟就不错了。辕门五选开始，第一关龙选，各武者掌击龙头，凡触发龙吟者即可入辕门，为外门弟子。现在龙选开始。进入辕门是天下武者终其一生的梦想。只要进入外门，就能获得资源和功法，才有希望突破4段。这就是传说中的辕门龙气啊！你也算是各家高手，竟然在这天龙夺敌天气之前，这么的轻若鸿毛，不堪一击。会场为3级，7岁龙吟一生，4品天才入外门。这还是人吗？17岁，4品天才，这简直就是妖孽啊！4品天才，哼，有手就行啊！华城张翰，18岁，龙吟2生，3品天才，入外门。看来除了那玄一小家伙，其余人都是废物了。今年呐，注定出不了龙吟3生以上的天才。为谁上场？看那个小家伙，那小子龙气圈都进不去，狗屁不通的废物罢了，有什么可看的？
就是，胆小如鼠。刚才我说他是3品天才，那都是高看他了。慢点，我家小姐还没测试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敢往前排？华城燕天仙，17岁，龙吟3生，2品天才，入外门。17岁，2品天才，这可是辕门10年一遇的天才呀！小子，看到没有？我家小姐可是要拜辕门高手为师的，以后多和我学着点，有点眼色，我家小姐或许还能照顾你几分。你家小姐这么有自信？那小子终于舍得开始了。哼，坐井观天，盲目自大。洛城寒阳，18岁，龙吟2生，3品天才，入外门。还不错嘛，居然和我一样是3品天才，以后让我做大哥，我罩着你。3品天才，有点小小的出乎意料。80岁之前有机会能与我比肩。一般般吧，这样的天赋，外门数不胜数啊！是我看走眼了，唉，看来这小子这辈子终究是无法进入高手行列了。好了，下一位。喂，小子，你还愣着干嘛？还不赶紧下来！就是啊，熊小子，乡下来的吧？你以为在测试台上站得久了就能突破天赋吗？洛城寒阳，18岁，龙吟4生，1品天才，入外门。什么？还能想吗？难道这小子激活了天龙的隐藏判定？隐藏判定？什么情况？这是50年来天龙吟第一次启动隐藏判定啊！说明天龙龙魂怀疑自己的第1次判断，进而启动了第2次判断。好啊，好啊！龙吟4生，1品天才，尽管未能成为超品天才，也算是不虚此行了。寒阳这小子竟然是1品天才，有这样的天赋，加上我们辕门的仙药，必能铸成玉骨，应该有机会和内门弟子掰一掰手腕了。别说了，看来今天咱们辕门收获颇丰啊！一个1品天才，一个2品天才，可以了。一个1品天才，一个2品天才，可以了。洛城寒阳，龙吟5生，超品天才，入外门。若是以1品天才的身份进入辕门，短时间内未必有进入颜月馆一技的机会。如果再升一级的话，成为超品天才更保险一些。不可能，寒门世家弟子中竟然有一个脱颖而出的超品天才。如果不是老夫记错的话，上一次创造这一奇迹的，应该是九剑仙李玄宇吧？九剑仙李玄宇，寒门弟子，以断骨2重武选第1的身份进入辕门，成为内门真传弟子。这寒阳难道会成为第2个李玄宇？赶快把寒阳的情报赶快给我呈上来，我要知道他的一切。世子，按这样下去，寒阳进入辕门怕是板上钉钉了。我们现在还不动手吗？动手？现在人多眼杂，几位长老都看着呢，怎么动手？可是寒阳进入辕门，恐怕……放心，我自有妙计。洛城寒阳，18岁，龙吟6生，极品天才，入外门。龙吟6生，极品天才，这怎么可能？6生龙吟，差不多了吧？能走到这一步，已经算是绝世天才了，绝对不能让他敲响第7声。对，如果第7声龙吟响起，恐怕会让长老院那帮人听到，到时候这小子可就不是咱们3个人的徒弟了。龙吟6生，极品天才，这样的成绩应该有些分量。
怎么还不够？哎，这3个东西要求还真挺变态的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不再多敲2下，让他们彻底无语。韩阳，18岁，龙吟8生，天罡极品天才，入内门。什么？天罡极品？这个韩阳竟是天罡极品！坏了，我们没机会了。风师兄、徐师兄，风不平与徐自然都是元老级别的宗师，难道也来参加这个小小的武选？哪一个是洛城的韩阳啊2位师兄，就算是真心择徒，也得按规矩来，等武选结束吧。如此大才，我和徐师兄那是一刻也等不了啊！这个韩阳真是祖坟冒金烟了，武选还没结束，居然就被辕门2位宗师抢着收徒。这不管跟了几位宗师，都是武林中开宗立派的人物呀。这韩阳这小子运气也太好了，这是800年也修不来的福气。武选结束才能择徒，这是辕门1000年以来的规矩。怎么，2位长老是想要坏了规矩不成？韩阳居然拒绝了这么好的机会，韩阳这也太嚣张了，居然这样跟2位宗师说话。再说了，想收我韩阳为徒，2位还没问过我韩阳的意见。好你个韩阳，就算你天资出众，你也不能对辕门宗师如此放纵。韩阳，你目无尊长，老夫现在就将你在武选除名，从此以后不得踏入辕门半步。你们之所以想要现在择徒，是害怕等武选结束以后，惊动了聚气层次的太上长老，我这位高徒恐怕就轮不到你了。你，2位师弟，不要为了此等小事生气，伤了和气嘛。就是嘛，韩阳这小子说的也不无道理。择徒嘛，当然是要等到武选之后，这乃是我辕门千百年来一贯的传统嘛。是我和徐师兄操之过急了啊！师兄，这不合章法呀！这武选继续，马上通知一锦引卫，在辕门武选第2关接上韩阳。是，不然等他们真的进入了辕门，就麻烦了。补考第2关继续，主持第2关考核的主考官风老和徐老，居然变成徐老和风老主持。以往武选的第2关都是由3老主持，而今年特例，难道说门长和副门长都开始收徒了？若是能成为门主的亲传弟子，那岂不是一步登天？哼，一步登天？区辕门，若不是为了进入辕门寻找父亲的线索，我才懒得搭理。这个韩阳果然一表人才，我徐自然定要收入门下。这样的人才，我肯定不能让徐师兄抢先。辕门武选第2关，天罡剑选。千叶神剑前，天罡阶36阶，凡能入千叶神剑天罡阶3步者，可入辕门，为内门弟子。这还有比的必要吗？我可是这现场唯一的天罡极品天才，没人能说我是。大胆！韩阳，不要自以为有些天赋就可在我辕门信口开河。你可知道，这最后的36步天罡阶，那是区分天才和绝世天才的重要区分线。内门弟子也都到了，辕门武选第2关，一共有7位：燕偏仙、韩阳、燕山、张无忧、叶南天、蒋子骥。怎么还少了一个呀？徐师兄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李丽，辕门天罡剑选高端局，千叶神剑前，
你等谁能登得最高，便会有聚气大能收你等为徒，更有可能得到掌门的亲传。你们看到这个石碑了吗？这便是天罡阶登天榜，这100位便是曾经踏上过天罡阶的最强100人。希望你们今天也能榜上有名。九剑仙李玄瑜登天榜名列第5，早就听说李玄瑜的大名，以寒门弟子身份进入元门，19岁即将突破聚气境界，居然只排第5，那排前4名的得是何等？我的天，徐长老竟然才排在第53！你们若想登上这个登天榜，可是难比登天。登天榜上从来都不缺天才，缺的是天才中的天才，只是天才。你等都准备一下，天罡剑选马上开始。韩阳，我们都是世家大族，这仙药吃下就能断骨变成玉骨。你这种穷鬼，这是一把剑骨，根本不配待在第2关。不对吧？选拔之前他们吃仙药，这不算作弊吗？韩阳，不可胡闹！仙药可以让超品天才变成玉骨，这乃是世家大族祖上积攒的恩德。你祖上无德，没有仙药，这怪得了旁人吗？韩阳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，有的人出生就是牛马，而有的人出生就在罗马。你要是真的厉害，那就用你的天赋直面现实吧。天罡剑选正式开始。哼，原本也不过如此，雕虫小技，韩阳不屑为之。第1名燕翩芊，上台阶。韩阳，韩阳有什么资格排第2？恐怕刚登天阶就被千叶神剑给斩杀了。李丽，韩阳，你怎么不走了呀？是你不想走吗？看来我还是高看你了。我这一关给你精心准备的礼物，看来都用不上了。我们呢都是筋骨和玉骨，你是剑骨，这儿不适合。这绝不是元门的手笔，即便是聚气境武者，也难以构建出如此神异的法阵。此10阶法阵，至少应该是元丹级别以上的阵法大师才有资格构建出来。元门似乎没比元门简单，有趣，就看看这阵法还有什么玄妙。有趣，就看看这阵法还有什么玄妙。2次蹬，当天世界的作品居然是2次蹬，哪怕是我的星辰之力都无法2次蹬。我与范宇齐天一行，真的是场阵法大事，分明是只有阵法宗师才能做到。你看他们几人当中，谁能登上天罡榜啊？薛师兄，你又何必妄自菲薄呢？若是他们真有能力踏上这登天榜，岂不是显得我们这些前辈太过无能啊？风狼，你可不要小看人呢。徐长老，你看这李丽，不愧是我元门世家大族的超品天才之一啊！服用了仙药，竟变成了筋骨，短短1炷香的时间，便踏上了第8阶。但是韩阳怎么才踏上第3阶？果然，没有玉骨的加持，终究难成天才中的天才。不应该呀、这可是继九剑仙李玄瑜之后，寒门弟子当中又一次天罡极品，整个宗门上下都已经惊动了。韩阳啊，你可千万不能让我们失望啊！天罡界是1阶为一个界限，这个李丽不愧是超品天才之一呀、徐师兄，看来我们对韩阳还是死心了吧？看来这9大家族只是粗略的知道登天阶的存在，
却不了解这登天阶的秘密。快速登上这天阶，并非此阵法的目的。运用九转星辰诀，将这登天之气化为我用，终于助我探悟断骨三重筋骨之境。尚未进入宗门，便给我如此馈赠。哦，我等了你们这么久，这吃了仙药的第一名李时隐，居然才在这区区天罡11层吗？既然如此，那我韩阳便不客气了。这个韩阳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刚才还是龟速爬行，现在却是突飞猛进，速度比燕偏仙还快了一些。徐师兄，这天罡阶上的禁制可是非常强大，如此快速通过，不会出什么问题？哎，风老，这才对得起他疑似天罡极品天才的称号啊！你刚刚可是一直质疑韩阳这小子，一会儿收徒可不许跟我抢哦。这个韩阳每一步都在意料之外，但若是仅仅如此，还是不够啊。徐师兄，你看那李丽已经登上了第12届荣登登天榜了。不愧是绝品天才，登天榜第99名。这用不了2年，我们可能都要喊他一声师叔了。第2名，韩阳金骨，第11阶登天榜第100名。韩阳居然在天罡阶上变骨！这个韩阳没有服用任何仙药，居然也变成了金骨。不愧是继9剑仙之后，外门又一极品天才呢！果然没有让人失望啊！徐师兄，天罡10步之外，一步一世界，这每一步都代表着天赋上的巨大鸿沟啊！这韩阳，难不成是觉醒了什么武道意境？登天榜第100名，好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李丽已经率先进入天罡13阶意境之势，这韩阳甚是可惜呀。徐师兄，就算他天赋再高，他也赶不上了吧？啊！暗黑飞龙能引起黑天罡气，这天赋应该不会太差。筋骨试炼，登天榜第99意境之势，又会如何呢？韩阳，你能到此处又如何？意境之势的隐卫就是我送给你的礼物，你注定命丧于此。我能感觉到，筋骨之上应该还有其他境界，可惜天赋所限，已经无法进一步断骨。可惜，太可惜了。这就是登上天罡12阶的意境之势。真金不怕火炼，意境之势，你小子能扛得住吗？什么？意境隐卫？这可是300年未曾出现过的意境啊！本关最强怪物就是意境隐卫，哼！就算你是筋骨又如何？面对意境隐卫也是脆如磨纸。韩阳，我给你准备的礼物，你可否喜欢？坏了，是奔韩阳去了，韩阳要出事啊！手中舞刀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刀来！既然手中舞刀，那我便以这战场上的所有尸骸英灵做刀。
你这一刀可开天地，而我这一刀断生死。一镜通天，上古战场降临。这韩阳，韩阳金武刀艺巅峰第15阶，登天榜第23名。第23名。徐师兄，刚才说韩阳是第23名，我没有听错吧？我听的也是第23名啊！不可能啊，绝不可能啊！是不是弄错了？登天榜第23名，怎么可能会是一个参加辕门五选的弟子？就算他天赋再高，也绝无可能啊！韩阳金骨刀艺巅峰第18阶，登天榜第11名。什么？居然上了登天榜第11名！历经试炼的6阶天罡阶，被韩阳一步踏过。这寓意着我们已经没有资格考核韩阳了呀！这怎么可能？韩阳，他是我的，此子我风不平，定要收入门下。我们不配了。是谁？方才是谁斩出了那一刀？惊动了本副门主一切的内心。天府门主已经闭关了几十年，没想到把他都惊动了。拜见天府门主。免了。辕门第一刀客，本郡田副门主，今日居然来到这小小的辕门五选。这可是传说中的人物，可是我等都不配见的人物。是那小子，18岁，断骨3重，还是筋骨老棒的资质，可以做我的弟子。天副门主，你不可如此啊！是啊，天府门主，100年前你已经收了关门弟子，你可不能破例呀！放肆！我堂堂辕门副门主，要做什么，轮得到你们2个人智慧？此次与老夫有缘，当接老夫衣钵，可做我的关门弟子。我今17岁断筋骨，25岁聚气，也曾被誉为旷世奇才，怎奈武道艰辛，我终其一生也只能止步聚气，无望元丹大道，此乃老夫一生憾事。今日天罡阶上有老夫撼天一刀，望后来人可借老夫之刀斩元丹，破筋骨，解老夫终身之憾。小子，你的表现可谓前无古人。接下来的第3式武道之事，你若可再接再厉，有更佳的表现，老夫当场便收你为关门弟子。什么？天副门主要为韩阳举行武道之事？天副门主不可呀！这聚气境和元丹境的差距那是天壤之别，你的撼天一刀会毁了韩阳的。登天阶之事，我视如草芥。这第3关武道之事，我看也不过是土鸡瓦狗罢了。小子，休要轻狂！老夫修炼撼天一刀50余载，也只不过领略了10之7、8，老夫倒要看看你又有何造诣！撼天一刀，斩！韩阳这小子太托大了，这撼天一刀乃是田府门主毕生刀法之所成，几乎是聚气境的最强刀法。如果田府门主留3分情面，兴许这小子还能逃过一命。是啊，不过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韩阳是刀客，武道之事遇到田副门主的撼天一刀，他就算是死了，也是他的荣幸。果然，也就如此而已。韩阳18岁，筋骨刀艺巅峰，道通万法，榜上有名，登天榜第6，封神榜第98。后世
神榜第98。这是继李玄宇之后，我辕门已经又出了一位封神天才呀！这些登天榜，这是辕门9门其中之一的排名，而封神榜却是辕门之宗5000年历代仙剑史排名。韩阳竟然能在封神榜排名第98，辕门上下5000年，登上封神榜的不足100人，这最后一人便是那精彩绝艳的李玄宇。韩阳，这个断骨之士居然凭借辕门无选2选的成绩登上封神榜98名。快看，韩阳他竟然已经登上了千叶神剑剑神台。韩阳这小子在瞬息间便领悟了10成撼天一刀，韩阳是我的，我宣布，韩阳是我的关门弟子，谁要是跟我抢人，我就跟他玩命。渡魂太上，他怎么也来了？哎呀，错过如此精彩绝艳的一刀，是属老夫一生的遗憾呐！尉迟太上、岳峰太上、刘太上，辕门的4大太上居然都来了，这可都是辕门的巨气大拿。刚才是谁斩出了那一剑，惊动了本太上早已寂灭100年的心？老天，你以为就你会玩命吗？韩阳这弟子，老夫也受定了。你这么说就不地道。韩信和杜信都是出自远古姬氏，韩阳和我5000年前就是一家，他何该做我弟子？我祖奶奶那是燕铁衣的嫡女，韩阳与汉天一刀有缘，当说是我的弟子。你放屁！好你个尉迟，竟然也想插上一脚！明明是我先来的。你别给我抢了啊！是我的，别抢，是我的，一定是我的，一定是别跟我抢，就该做我的弟子。哎呀，这4位太上为了韩阳闹到如此局面，这乃辕门1000年未遇之事啊！看来今日老夫要收韩阳为徒，概率是我的唯一呀！下面我来公布无选的结果。李立登天榜第93名，根古意境武道领悟样样优秀。燕天仙登天榜98名，厚积薄发，英明惊人。张无忧虽未登上登天榜，但也顺利过关。韩阳登天榜第6，封神榜第98，名扬辕门。正是堪比当年9剑仙李玄宇，特此恭贺。诸位英才，5选已经结束，你们7人中，韩阳、李立、燕翩仙、张无忧获得晋升亲传弟子的资格，可在诸位太上长老或是副门主之中，任选1人作为授业之师，其他人等招为旁宗内门弟子。韩阳，我乃辕门第1刀客，辕门上下唯有我最适合做你的师尊。韩阳，选我！诸位大师又何必如此心急？我韩阳早已心有所指。谁？都别争了。韩阳这小子不错，那就做本座的弟子吧。坐，我早说过，不要那么客套嘛。18岁，天榜第6，封神榜第98，这是天纵之才。娘，门主愿意收你为徒，是你3生荣幸，还不赶快上前拜见师尊？入辕门是为了去颜月谷寻找父亲，若是成了门主亲传弟子，反而多了一个监督自己。听闻9剑仙李玄宇游离四方，不如拜在他们下，更有自由。拜见师尊，我的表现对于师尊来说，确实过于惊艳。你这小子，
大寒阳，竟敢对门主不敬！实不相瞒，在下对九剑仙早有耳闻，拜师之事，可否等九剑仙前辈回宗后再谈？小子，你这是想拜李玄瑜那丫头为师啊？寒阳，李玄瑜19岁，你18岁，一个18岁的小子拜一个19岁的丫头为师，这也太不成体统了。九剑仙李玄瑜，那倾国倾城是世人皆知啊！韩小子，你此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！啊！在下主意已定，还请门主见谅。终究是小门小户出来的，根本不知道自己放弃的是何等的存在，竟然自降身份，要拜一个19岁的丫头为师。九剑仙李玄瑜。玄宇，真的是你？你这个小子可真奇怪。哎呀，他杀我，就是为了乱你的心智。你要好好活着，千万不要为我报仇。我寒阳发誓，定护你周全。我愿拜你为师，你可愿意？天榜第6竟然拜天榜第5为师，你这个徒弟我很喜欢。我李玄瑜收了。本座也不拦着了，那就好自为之吧。啊！韩阳这个小崽子，居然排在登天榜第6，登天榜第6。可是天界天才九剑仙李玄瑜，只不过排在第5，此子未来必定是巨气大能啊！父亲，我们绝不能让韩阳成长起来，因为他父亲的事情与我们李家结仇，到时候那还会有我们李家的好日子过呀！哼，那倒未必，我就是想不明白，他父亲韩风那个老废物何德何能，能生出如此聪明的儿子来？来人，在，你即刻联络4界楼，不惜任何代价刺杀韩阳。是。你去找一趟你的义父，让他找机会动手。韩公子，5选结束，这就是宗门给您安排的住所，希望您能满意。很不错的地方，关键是足够的僻静。这幢景雅居原本是核心弟子的1号房，让您来此居住已经稍显简陋了。刘执事，你这么做不合规矩吧？这景雅居应该是本公子的住所。这就是那被吹上天的韩阳，也不过如此嘛。比起九剑仙家的狗都不如啊！一个陈家的赘婿被韩家踢出了族籍，丧家之犬确实狗都不如。肯定是吃了谁家的软饭，不然以他的根骨，怎可能短短时间内便晋级断骨3重？叶公子，您误会了，韩公子毕竟有着亲传身份，并且他只是暂住在这景雅居。我只知道，我才是这核心第一。我在，这景雅居我住；我不在，就给我空着。够格吗？啊，你还挺硬。据我所知，你这狗东西并不是核心弟子，这景雅居根本不配。我是问你，幕后指使之人，他够格吗？什么？
幕后指使之人，他够格吗？什么？一个断骨6重，2个断骨5重，再加一个新晋核心弟子，这场面够大的。只可惜，在我眼里不过是一群土鸡瓦狗罢了。我希望幕后之人给你们的代价，足够你们善死余生，因为挑衅我的代价，就是毁上你们所有人的武道之路。韩公子，可万万不可！不好！你怎么敢？我乃核心第一，我乃天才妻子。拔剑啊！堂堂辕门门内弟子，居然连拔剑的勇气都没有！你肆意重伤核心弟子，必会被门规处置！你完了！蠢货！海洋，死弟，你废了我，你也不会有好下场的。这个长老不会放过你的。白痴！怪不得身为核心弟子，居然被人轻易利用。我是了呀，韩公子，尤其是叶南天，更是核心弟子中排名第1的天才，这放在任何一个宗门都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。您现在重伤叶南天，就等着门规重惩吧。且放宽心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好戏？不对啊，是执法堂的古长老来了，此人最是刻板，看来这次是善终不了了呀。长老，顾长老，长老，此人无故出手，将我重伤，非我玉骨，断我武道之路，请您替我做主。对于叶南天的指控，你有何话说？的确是我伤了他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后面那3个废物，也是我废掉的。很好，既然你愿意承认错误，那可以减轻处罚，重伤同门核心弟子，处面壁3年撕过牙之刑。念在你有悔过之心，我可以为你减免成2年。海洋，你完了！面壁2年，2年之后，你连废物都不如。古长老，你恐怕似乎误会了什么事情。你是想抬哪位太上出来为你求情啊？告诉你，没用！你今日必将受到惩罚。古长老还真是说笑了。我今日刚入辕门，无亲无故，哪里请得动诸位太上？只不过我想要告诉古长老一句话：想要惩罚我，还不够格。什么？这家伙真是疯子！是想说自己是亲传弟子，本长老惩罚不得你，这恐怕要让古长老失望了。我并未拜任何巨气大能为师，自然算不上什么亲传弟子。不过顽石焉能与明珠比较？我乃登天榜第6，封神榜98之人。你觉得宗门会同意你因为区一核心弟子而废掉我这个一代天骄吗？这不公！不公？在成年人的世界讲公平，你还真是幼稚。古长老，如果我是你，我便会调查叶南天究竟是受何人指使，故意挑衅我这位封神榜天才。有言惑众，即便是叶南天受人挑拨，也不是你私自出手重伤同门的理由。封神榜天才是宗门给你的荣耀，不是你嚣张跋扈的本钱。古长老，你可知宗门弟子为何为你如火？自然是本长老刚正不阿，执法公正。若真是如此，那长老在弟子眼中应该是明镜高悬的青天，而并非择人而事的恶虎。顾长老，千万不要听这小子信口雌黄。
失手了。那行云流水的步伐是辕门顶级功法，此子到底是什么来头？如果没猜错的话，就是此人怂恿了古长老深夜来此处的。我这边刚废了叶南天，你就带着人过来，绝不是事情。古长老，你大可以带他回去尽管调查。若是查明真相之后，你还要惩罚于我，我在景雅居恭候大驾。将所有人带走。古长老，您不能如此啊！是寒阳废我武道啊，我才是受害者。李家，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你，没想到你们竟然如此迫不及待。我才入辕门第1天，你们就说动七子之一的叶南天出来挑衅，我倒是好奇，你们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把戏？那小子识破了我们的计谋，二话不说，直接废掉了叶南天。不但有天才七子之一的叶南天作为棋子，但是也有你义父来兜底。韩阳还是破了局。父亲，要不要焚天门那边动手？不许在辕门的地方提焚天门的事情。是，看来是我们低估了封神榜天才的价值啊！事到如今，只能等家主出关后，我们再做打算。叶南天那几个不会出卖我们吧？父亲放心，如果他们不知道轻重，不有人让他们闭嘴。过几日，辕门会派弟子进入圆月谷的遗迹。圆月谷，你姓氏？我为你争取到一个名额。遗迹当中能量巨大，你要是进入其中，你的修为一定会大涨。到时一定有能力杀了韩阳。是，该死，一定不让父亲失望。韩兄，父亲自来，冒昧打扰了。说吧，什么事？说完赶紧滚蛋，我这里不欢迎恶客。韩兄快人快语，那我就直言不讳了。我观韩兄似乎志不在辕门吧？我就说讨厌聪明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韩兄入辕门是想去年月调查家父当年失踪的真相。说吧，你想什么交易？颜月谷有遗迹的事，并不是什么秘密。不过，那仅限于入门23年的亲传弟子和核心弟子。像我们这样刚新进的弟子，修为太低，根本没有资格进入。唯有一法可以迅速提高修为，助你进入颜月谷。辕门有一处可获得大量灵药，何处？地元玉璧。你为何要帮我？我知韩兄与李家有大仇，不瞒韩公子，我张家同是如此。若要韩兄能帮我灭了李家，我张家定当感激不尽。这就是可以获取大量灵药的地元玉璧。我虽有星辰之力达到金谷境界，已是天阶天才水平，但想要快速进入颜月谷，目前这速度还远远不够，所以必须消耗大量灵药，加快炼体速度。残月剑法共9式，天缺3式，完善3式可获得火元果1枚，七叶元灵果1枚，千年血灵芝1枚。这火元果本就是罕见的药材，七叶元灵果、千年血灵芝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宝药。这辕门的人还真是好大的手笔啊！又是残月剑法，南宫羽这小子就不厌烦吗？
10年了，都没有人能够完善他的剑法，今天居然又发上来。哎呀，算了，等下一个吧。残月剑法，完善一个如此低劣的剑法，简直就是手到擒来。住手！谁让你在玉璧这里胡写乱画的？放肆！此地乃是宗门秘地，你怎么进来的？可以，不能完善第7式，这可是玉璧问道悬挂了10年都没有人能解答的问题，居然被一个新晋弟子登仙。云里走，赶快把奖励给他。元宗声誉，我自信得过，自然也不会差我的奖励。我先继续答题，稍后一并给我就行。老夫没听错吧？啊，能答上1句，已是超越万人呐！此次居然还要答题，小子，咱们可提前说好了，你要是接下来答不上来，那之前的可就一并作废，你可想好啊？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哼！月掩天将雨，睁耳见龙吟。煌煌七星月，可斩天下兵。金旋3尺剑，领邪铸丹田。剑出广寒宫，十方共光明。这是好剑法！此子在剑道的成就已达登峰造极之境。辕门之中，除了9剑仙李玄瑜之外，何时又出了一位剑道妖孽？拿钱，不，拿灵药来吧，将灵药给他。你叫韩阳，从你衣襟上看，你是新晋弟子。哎，你是哪位的传人呢？诸位长老，我还要继续玉璧问道，获取灵药。你们玉璧问道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，你可想好了？就是，我们这些长老琢磨半年甚至10年才能勉强回答1、2个。是吗？对你们确实极难，对于我则是未必。哎呀，你小子够狂妄！好，既然如此，我等就作壁上观，看你小子能玩出什么花样来。又是刘伯谦那老小子吧？补全玉契丹这种问题，居然还拿上来！元宗上下2000年未解之谜，他居然觉得这玉璧问道能得到答案，简直荒唐！我还以为是何等难题呢，考小孩子的把戏也好意思拿出来，真是可笑。这问题倒是不难，只是……这是什么？小子，你可别信口雌黄！我看这补全聚气丹的奖励，10000年灵药10枚，10万年灵药1枚。哎，你这里有存货吗？哎呀，这个混账，居然怀疑元宗没有奖赏，可惜啊，这个聚气丹的奖励确实不在我手上。什么？哎呀，别说是10万年的灵药，就是10000年灵药，那也是元宗的镇宗之宝啊，怎么可能放在这小小的分宗啊？可惜了，那下一题吧。小子，不会就是不会，不要在我们几位老人家面前装蒜。我到底几斤几两？看下一题不就知道了？下一题不是应该更难吗？这哪里是什么聚气绝学，分明是神级战法。这温侯乃是1000年前一位无可匹敌的奇人呐，曾创下以聚气境逆伐元丹的壮举。温侯技法高深莫测，
寻常人根本摸不到边角。老贼，玉璧问道上既然要求详解温侯戟法第2式，想必你对第1式一定是有一番领悟啦。你温侯戟法第1式都记不住，还要求详解第2式，可别让人笑掉了大牙呀你！黄口小儿，都没学会早就想跑，给你第1式又有何用？先学先卖嘛！啊！这小子就喜欢故弄玄虚。温侯戟法需配合特殊的内力功法使用，若无功法配合，最多修炼到3层，而且威力实不存疑。真的假的？这小子连温侯戟法都能详解，这是不是信口胡说啊？好小子，好小子，继续！当年元宗第1天才小温侯吕奉先，便是凭借对温侯戟法第1式的详解，便登上了登天榜第7的位置。我韩阳这小子真的能解第2式、第3式，不出意外，吕奉先或许会更进一步。记住2、3式详解，小温侯吕奉先或许是元宗100年来第1个登上封神榜之人。这哪里是元门的新晋弟子，简直是上天赐予元宗18门的瑰宝啊！把灵药给他。这是千年灵药4枚，1株千年灵药便足以让我冲击第4枚诀窍，4株千年灵药或许有机会冲击第5枚诀窍。这元宗果然是底蕴深厚。我本以为韩阳只是在剑道上天赋异禀，没想到剑道、刀道、单道、阵道、技道，无一不精啊！跟韩阳相比，老夫觉得咱们这几10年算是白活了。此等人才只应天上有，人间哪能几回闻呐？如果聚气丹的奖赏在，不会真的能补齐药方吧？真的只是新进的18岁弟子吗？装什么傻？灵药呢？啊，给他！袁先生，最后1枚千年灵药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居然真被这小子掏干了！以往1个月甚至1年半载都未必会送出1枚千年灵药，可现在居然在1天之内被一个人掏空了奖赏药库。就先到这儿吧，门主有急事相召，我得赶紧离开此地了。真没灵药了？哎呀，灵药有的是。韩阳在何处？新晋弟子韩阳无故动手，你的新晋核心第1，叶南天重伤不治，罪大恶极，出面壁4怪衙5年。现在跟我们走吧。住手！姓古的，你敢对宗门千年一遇的奇才动手，晚了你了！我看谁敢动手！叶南天死了，一个无用的弃子，死了比活着更有价值。看来这李家比我想象的要更加狠毒一些。古长老，李家给了你什么好处，连你也被收买？什么？好你个韩阳，竟敢口出狂言！来人，给我拿下！我看谁敢动韩阳！你们胆敢阻挠执法堂执法？一群不问世事的老古董，就为了一个刚入门的新弟子？难道就因为他韩阳是封神榜第98，心性不正，天赋越高，越是祸害？运骨的，你当我们是小孩子吗？断骨巅峰，好像谁不会一样。你们，各位长老，
多谢诸位挺身而出，维护在下。不过，我来辕门2日，尚未去过大名鼎鼎的思过崖，正好去观摩一番。诸位无需担心。小子，你放心，我这就去找门主为你求情。就是，执法堂也没办法一手遮天。老夫今日对李元一有知遇之恩，老夫请他出面，保护你这个弟子。这位怎么称呼？我们有仇吗？我乃叶南天的三叔祖，你害死一天，老夫与你多死狗胆包天！古长老，您这是做什么？不就是废掉一个区区断骨6重吗？你大可以向上继续请示，多发面壁机会。恶毒狡猾的东西，亏本长老昨夜还险些被你蛊惑。似你这等残暴恶毒的性子，本长老必将请示门主，让你终生出不了思过崖。前面带路吧，我刚来辕门几日，尚不知思过崖在何处。小子，你别得意，就算是耗尽老夫半生人脉，也要让你在思过崖待到糜烂。少废话，带路吧，我赶时间。这里的石壁上都铭刻着千年阵法，断绝了天地灵气，根本无法修炼。哪怕是1品天才，在这里待上1、2年，也泯然众人了。小子，你就等着武功全废吧。还不错，你们可以离开了，别打扰我休息。小子，事到如今你还如此不知悔改，老家伙，我是被罚在思过崖面壁，不是被罚听你在这啰嗦。赶紧滚！你。千年血灵芝，这品质比3眼生灵花强的不止100倍。或许只是用这1枚灵药，便可助我打开第4穴窍。星辰诀人脉第4穴华盖穴，汇聚子宫8部水气，可内外互盖，一旦激发，防御力大增。哼！成功了！真不愧是千年灵药，药力强劲啊！我还是得尽快修炼。父亲还在银月谷，得尽早进去。下一步，淬炼骨骼。真不愧是千年灵药，一日之间便突破了4层境界。不过，此地没有灵气可供修炼，被罚在思过崖的武者，可谓是生不如死。这思过崖的牢笼是以寒冰玄铁打造，坚不可摧，这得折磨死多少性情中人！等我出去，一定要把这里的牢笼全部打碎，让顾家和李家没法再害人。这是何物？好似1000年前见过。一堆破铜烂铁，有什么可看的？你信吗？那是件至宝。至宝？什么至宝？哇，那一堆破铜烂铁里，还真有把刀在那插了上千年。月光斩，这不是当年我在神界打造的第一把兵器吗？神界？我看你不是疯了！
是妄想症。想逃出去！来人！来人啊！有人要越狱！怎么回事？鬼叫什么？你怎么能把刀拔出来？我跑不了，你也别抢。原本我打算带你一起离开，不快回去！你找死吗？让开，否则让你人头落地。什么？你想从思过崖打过去？就凭你手上那些垃圾？杀你一人，够！这干什么？难道你要杀我不成吗？你竟然救我！我一直以为刚才那2名武者是李家派来的杀手，没想到竟然是你！果真是辕门第一天才。哎呀，好强的杀气！这杀气想必是4季楼的人。这李家还真是胆大，竟然敢在宗门内对我动手。正好，今夜就拿他们的命亲手主刀。断基础。李家还真是奢侈。不可能，筋骨5重，不是昨天还是筋骨3重吗？的确是一把好。你想从思过崖打出去，1000年来还从未有过。罪夫寒阳，越狱潜逃，持刀杀人，和格杀勿论。这是我与李家的私人恩怨，挡路者死。思过崖可是辕门重地，没有这个人的里应外合。4季楼的杀手不可能进。该死，狂妄！筋骨5重，灵气，这怎么可能？虽然是越过4重2品天才，可如此强者，居然被寒阳一刀斩杀！快去通知执法堂，出了祸事了！不对，他离去的方向不是宗门，不会吧？寒阳要去后山洞府，直面李家。你说什么？寒阳刀斩5者，闯下思过崖，如今正拎着2颗头颅直奔李丽的修炼处而去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那数字不过筋骨3重，敌不过4季楼的筋骨4重杀手。有人说寒阳已经是什么？贝妈，现在就去后山洞府。寒阳，让李丽出来受死！你，李丽在何处闭关？让她出来见我。公子，他不在洞府。不在？公子在岩月谷阴气，小的没撒谎，别杀我！去了岩月谷也罢，迟早一死，就再让你多活几日。小畜生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门你偏要闯，你这狂妄之辈，是自己跑来送死吗？哦，看来想要杀李丽，得先杀了你这为虎作伥的老狗，不知死活，拿命来！看我元宗瑰宝，毁天灭地，元斗13世！
居然是元斗13世，我早就看你这个老东西不爽了，接我一刀！小畜生！本长老可是断骨巅峰，但眼下居然被一个金骨五重小辈所伤，此次难道真的如此逆天？小畜生，你胆敢伤本长老，大逆不道，你该死！武松，够了！身为断骨巅峰长老，居然对一个新晋弟子出手，这就是你执法堂的规矩？天府门主，小畜生不但反出思过崖，还斩杀镇守蒋阙，你难道还要包庇他吗？武松，你哪只眼看到他私自反出思过崖了？他是奉老夫的命令，前往颜月谷试炼。什么？前往圆月谷？老夫身为副门主，连这点权利都没有吗？哼，就算如此，他肆意斩杀同门也是重罪。李家勾结思过崖镇守蒋阙，4几楼杀手，想要在思过崖内暗杀封神榜天才。古长老，你不闻不问，请问你到底是辕门的执法堂长老，还是李家的一条走狗？你这事情做错了你！老古啊，你差不多得了。你说这真要是辕门追查下来，那对大家都不好，是不是？给嫂子问好啊！啊，小子，看见没有？落荒而逃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是拜我为师，我把我这300年积攒下来的财富都送给你，提升实力。10年，不，5年，我就是人要堆，我也给你堆出个断骨巅峰来。多谢副门主抬爱，不过在下就是要拜九剑仙为师，只能辜负副门主的一番好意了。你这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你还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你！当下事不宜迟，在下急着赶往颜月谷，就先告辞了。小子，只要你回心转意，老夫随时等着你啊！站住！断骨7重巅峰修为，其余4人也是断骨6重，还不赖。颜月谷一骑现世，如我这样的普通断骨7重，都只能在外围做个看门人。只有那些玉骨、金骨的核心，乃至亲传弟子，才有资格入谷一探。小家伙，你是何人弟子？这是何物？你可见过？金鹰令，断骨5重的小家伙，居然能拿得出金鹰令入颜月谷。少废话，我有金鹰令在手，能进吗？要是不能进的话，那我就让田副门主来亲自跟你。我们也是好意，您请进。你这个修为，进去也是送死，真以为一进是什么好地方？那是什么人？身形如此高大，那不是人。这是游尸。多谢师弟援手，不然我们3人怕是要死在这游尸手里了。同门之间何须客气。颜月谷内现在游尸泛滥，不知为何防御力格外的惊人，真是要多谢师弟了。这游尸到底是从何处而来？还不是焚天门那些混蛋，居然渗透进入颜月谷，想要争夺秘境宝藏。焚天门？焚天门？难道我父亲之事和焚天门有关联？焚天门和我辕门一样，
和凤凰山并称南洋三门，但一直关系不好，时常有战斗发生，彼此各有损伤。南洋三门中，焚天门时间最短，但后来居上，实力还在辕门之上，是南洋郡第一大族。这次颜月谷看来有大事发生啊！原来如此，那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猎杀潜入颜月谷的焚天门武者。潜入？已经不叫潜入了，那根本是堂而皇之的闯入。师弟，现在事态紧急，跟我去临时搭建的总部，你就全都清楚了。穆长老，这个时候回来，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？好，扶上了方回和姚新月，也算是为浩明他们报了仇。你们3个去帮助谷中其他子弟。是。穆长老，你是宗门新派来的弟子，怎么只有断骨5重？宗门在干什么呀？不对，你是谁的弟子？怎么这么陌生？天赋门主，胡闹！穆长老，我想进一计，不知你想进一计？就你一个断骨5重，在这焚天谷也是最低等的存在，能保住小命就不错，还想进一计？金骨。本公子已斩杀9个玉骨境废物，玉骨天才，真是无趣。好刀法！是寒阳师弟，太好了，有救了！你就是韩家那个废物，就是你让李立公子伤透了脑筋。他是焚天门的人，你们设这个局，就是为了我？为你一个蝼蚁而已，你还不配。只不过之前李立公子没有亲自上手而已，否则你早就死了。放了他，我还能饶你一条狗命。好啊！你成功激怒我了。就凭你这把破刀，你还不配？你是金骨5重，你注定无法杀我。撼天一刀！看来我小看你。你之前居然隐藏了实力，那么多玉骨高手都没发现的东西，被你发现了，也好，我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地释放出所有实力了。死在我的剑下，你该感到荣幸。哼！死在我的剑下，你该感到荣幸。哪里来的酒香，如此浓郁？难道？玄羽，焚天门真是堕落了，居然做出此等龌龊之事。李玄羽，你果然来了！师徒2人今日必须死！为了一计和我们师徒2人，你竟然牺牲了这么多的人，找死！巅峰威名赫赫的萧玄，居然被九剑仙李玄羽一指点杀。怎么还不出来吗？还有其他人。不愧是九剑仙，一剑杀玉骨，有绝世风采。哼，焚天3王，武寒山、暮云、杜子峰，焚天门内3位一品天才。皆是金骨级别的断骨巅峰，你们3位今天同时出现在我辕门的颜月谷，真是给我李玄羽面子啊！九剑仙夸奖了，我们焚天门为了引你出来，真是费了9牛2虎之力啊！看来这是一个局，一个针对九剑仙李玄羽的杀局。哼，不过焚天门这一次偷鸡不成蚀把米，铁定要吃上一个大亏。哼，有点意思。你们设这个局是为了围杀本人我吧？我们3个原本都有自己的骄傲，不屑于联手杀人。我
过，将辕门的第一天才扼杀于此，就算丢人一次又何妨啊？早就想戳烂你这张惹人厌的脸，今日我会让你不得好死！哼，何必废话？夜长梦多，杀了他！你们觉得能杀我？你们觉得能杀我？从你卡在断骨巅峰无法聚气的时候，就已经泯然于众人。什么天界天才，不过如此。哼，3人联手，这根本就是多此一举。我一人便可去9界仙人头，这功劳簿上只能有我一人。混蛋！聚气，李玄宇，你竟然以聚气，你蒙骗了所有人！玄宇竟然踏过了聚气那道行，百密一疏，可惜分天门还是失败了。你能挡我一剑不死，天赋不错。可惜你杀了那么多人，我不能放虎归山。分天门不惜以地阶天才为诱饵，射手杀局，这么轻易就被师傅你破解了。徒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师傅在哪儿，徒儿当然在哪儿。有强化地，刚刚差点忘了，这些个好灵气能卖不少酒钱。穆长老，这是萧玄的名牌，我什么时候可以进入一境？这个小韩啊，事情是这样的，现在有了些变化，宗门想让你配合9剑仙去执行一项绝密计划。抱歉，我只对一技感兴趣。哎呀，小韩呐，你别着急，宗门不会亏待你的，事成之后必有重赏。重赏？要是有100枚千年灵药的话，我倒是可以谈谈。磨磨唧唧，就知道你们这些人成不了事。行了，你退下吧，我跟韩阳聊聊。宗门的老头子们想让我们2个人效仿武寒山和萧玄，联手猎杀焚天门的杂碎，我答应了。师傅说了，徒儿当然答应。不过嘛，我有一个条件，事成之后，师傅要为我做件事。师傅帮徒弟，自然没问题。只是，虽然我魅力无双，难免会招蜂引蝶，但是，我可不要嫁给你。嫁给我？天父门主说了，你小子拒绝了这么多名师，连他也拒绝了。死心塌地的拜我为师，莫不是贪图我之美色？不是，我有喜欢的人了。什么？你有喜欢的人了？做小妾就更不行了。啊？倒不用你以身相许，只需你帮我调查一下我父亲韩风失踪的消息。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呢，小菜一碟，交给我了。韩师弟，这是田父门主嘱咐老夫交给你的极品灵器。就这么一个面具，居然是极品灵器！哎呦，这面具啊，可是有强大的遮掩功能，就是聚气技之大能，他也看不穿。而且这个面具，它也能收藏修为，收敛气息，特别适合暗杀、藏匿之时佩戴。此剑名为血莲，乃是极品灵器中的极品啊！配合血莲心法使用，哎呀，那是事半而功倍，故此使用起来会越战越强。你们是想让我假扮某人？没错，血莲面具和血莲灵刀乃是我辕门打造出来的一个分支。这样一来，即使你的地阶天赋暴露，
别人也只会怀疑血莲刀客，而不会怀疑到你韩阳身上。看来辕门这次图谋不小啊！不瞒你说，韩师弟，我们此次的目标就是蓝白凤凰。蓝白凤凰，蓝白凤凰是焚天门的魔女，地阶天才。如今距离聚气境不过是一步之遥。蓝白凤凰似乎听父亲提起过，据说心狠手辣，无恶不作，想必是一个恶毒的老女人吧。此事必然会耽误我不少时间，还望宗门能对我有所补偿。2件极品灵器还不够，你还真是个小财迷呀！灵气什么的我就不要了，我只想从辕门的手中知道我父亲韩风的下落。韩风？当年你父亲韩风是一招聚气，神功出城，打得这辕门上下是灰头土脸。从那以后就跟辕门结了梁子了。我父亲跟辕门有过节？大敌当前，这些就不说了。当下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诛杀蓝白凤凰。哎呦，这可是焚天门近5年来第1天才。我师父李玄瑜杀了焚天门那么多的人，焚天门的弟子不跑，难道等我们诛杀呀？1个时辰之前，辕门与焚天门一场大战，尉迟太上战败阵亡。什么？尉迟太上？你和李玄瑜只是他们的小目标，焚天门根本就没有撤回他们的天才，而是靠辕门的一尊聚气大能的命强行拖延下来。放心，蓝白凤凰必死。此主，风声有些不对呀。怎么了？太安静了，都2个时辰了，也没碰到我们同门的队伍。看来玄霄那边已经得手了。如果李玄瑜和韩阳真的被武寒山所杀，必定会遭辕门的报复，那我们就危险了。哼，怕什么？莫说辕门长老在，即便是贺万通来了，那又何惧？什么人？滚出来！血莲刀客。他就是蓝白凤凰，我重生9世，神魂尤其强大，而这个人可以悄无声息近身10米之内，真是可怕。血莲刀客，你消失近10年，还没死啊？蓝白凤凰，你杀我尉迟太上，今日你必死。血莲刀客，你一身筋骨，凭什么呀？九剑仙，你这个贱人竟然还活着！师父，是你上，还是我上？我来。蓝白凤凰，你找死！怎么回事？蓝白凤凰筋骨5重，居然能在聚气境9剑仙手下连接数招而不死，这明显不正常。前3，坤武。阵8，训9。竟然敢杀我的毒婆！徒儿，站我一旁，我李玄瑜逍遥一世，无需徒儿指点。这个玄瑜都过去1000年了，还是像之前一样犯傻。也罢，我韩阳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今日便让你死有瞑目。你小子竟然还没死！既然今天撞破了老娘的真身，老娘非要扒了你的皮！师父，你行不行啊？不行我来。臭小子，要你管！九剑仙，你是不是忘记当初我胖揍你的事情了？少废话，今日我们一并送还。哼，一并送还，说的轻巧。呀！怎么回事？蓝白凤凰的境界居然从断骨境直接跃升到了聚气境，而且还在不断攀升。聚气初期，聚气中期，聚气6重，居然一下子来到了聚气6重。蓝白凤凰，
像变了个人似的。蓝白凤凰，蓝凤白凰，一体双魂。白凰，你终于出现了，只有你才有资格接我的剑。一个断骨，一个聚气，一体双魂。好，居然还能这么玩！李丽，韩阳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什么？怎么会是你？蓝白凤凰，一体双魂，一男一女。严谨一点，焚天门，白皇李丽。哼，李丽，你隐藏的可真好。只可惜啊，知道这个秘密的人已经归西了。少废话，出招吧！闭嘴！区区断骨，何来资格在我面前叫嚣？李玄宇，1年不见，也不过如此嘛。火，李玄宇，以寒冰功法闻名于世，没想到还隐藏着火系力量。你这是终于要解除封印了吗？阴阳人，你受死吧！我来吧。你，韩阳，你不要着急，你的死还在李玄宇之后。臭小子，你不要瞎凑热闹。我可以。可以个屁！你要是真可以，就不会天天喝寒冰醉，压制自己体中的火系力量了。喝酒能喝到凝结冰骨，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你怎么知道？您怎么知道？师傅，徒儿今日还你一刀，以后别动不动就解开封印，小心小命不保。你能胜过他？别开玩笑了。今日我便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爷们儿的刀。韩阳，你真是不知死活的蠢货，跟你爹韩风一样讨厌，受死吧！少废话，先接住爷这一刀再说。这小子，会阴、玉堂、子宫、天突4大穴窍居然直接炸裂，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白虎杀以刀切的形式展露风姿。杀！一击伤巨气。这小子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死变态！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以1敌2，哎呀，来日我必杀你！你不用再硬撑着了。这是昏迷了。我就说会有效嘛！这寒冰醉镇压体内伤势，向来有着奇效。你，寒冰醉是何等可怕的仙酒，你想冻死我呀？真是狗咬吕洞宾！我给你喝了大半壶，我镇压体内的寒冰醉都要不够了。不过，这仙酒的效果的确不错。先前炸裂的4个穴窍之中，会阴穴居然恢复了大半，再休养个3-5天，穴窍中的伤基本都能恢复。你自爆了4个穴窍，以巨气级别的白虎杀重伤了蓝白凤凰，自己也落得半残。要不是看在你救我的份上，我才不想管你呢。那就多谢师父救命之恩。师徒一场，不必那么客气。那我们算是扯平了？应该算是吧。不过蓝白凤凰一体双魂，那白凤凰居然是李泌，此人武力和心机真的深不可测。今日幸亏有徒弟你，不然他一个人能干趴一整个元门大才弟子。师傅夸人还是那么好听。我可能是喝多了吧。走，回灵石总部去看看。你自己去吧。
我的酒你给我喝了一大半，我自己都没得喝了。算了，我去酿酒。老实说，你这么不顾一切的拼命救我，是不是喜欢上我了？如果是1000年前，我必表明心迹。可是这一世，我已经有了我的责任。哎，先说好，我是不可能嫁给你的，更何况你还已经有了喜欢的人。其实我喜欢的人……死鸭子嘴硬。哎，红颜祸水，倾国倾城，也不是我的错。天生丽质难自弃，回眸一笑百媚生。轩瑜，1000年过去了，你少了几分高冷，却多了几分自恋啊！拜见血莲师兄。血莲师兄，您与蓝白凤凰一战早已惊动整个武林，太上们已经在灵石总部等候您多时，您随我来吧。师兄，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这最后一战？挥刀而已。真不愧是剑斩萧玄、段长生覆灭焚天门10几位天才与守道者的血莲剑客，经此一战，血莲剑客的名声与九剑仙不分上下了。好了，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韩阳啊，欢迎你归来啊！啊，自从银月谷遗迹出现以后，我辕门与焚天门那是数次交手，10多位玉骨天才陨落，辕门上下，无论是长老还是弟子，那心中都是憋着一团火啊！就是，谁叫技不如人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焚天门的天才在圆月谷内肆无忌惮的狩猎，直到新的血莲剑客韩阳横空出世，几乎凭一己之力便覆灭了圆月谷内所有焚天门之人，真是一雪前耻啊！诸位师尊过奖了，这功劳其实几乎都是我师父李玄瑜的。哎，不，这份荣耀本就应该属于你韩阳。虽然这一切都是田府门主等元老策划，但是你假扮血莲剑客，伏杀焚天门萧玄、段长生1品天才，力退蓝白凤凰，这无疑就是超额完成了任务。这份功勋谁都抹杀不了。门主，请问李书山、李立父子身在何处？请问李书山、李立父子身在何处？你提他们做什么？他们有他们的任务。我只是在想，焚天门的这次行动，是不是和他们……韩阳，这里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你，其他事日后再说吧。韩阳啊，这次找你回来是有大事，想让你参加。大事？自从你砍出惊天一刀，击败了蓝白凤凰之后，那焚天门与凤凰山是投鼠忌器，不敢继续开启聚气之战。但是他们是绝对不会轻易放弃遗迹中的资源，所以门主与之商议，展开天才战。天才战？对，天才战。为何？这岩月谷遗迹环境特殊，只允许断骨中级，也就是断骨6重巅峰以下资质的武者进入，而且不会超过10人。在这之前，我原本也就派了4人进入，剩下这6个名额是天才战争夺的资源。也就是说，这天才战是辕门、焚天门、凤凰山3大宗门争夺进入遗迹6个名额的战争。先前进入遗迹的4人是谁？是由李蜀山带队，同行的有马行空、李立、景天星，都是筋骨天才啊。看来李立父子的身份还是个秘密，不知道何万通使的什么花样。我说怎么李家突然失去了踪迹，原来是被安排进入了岩月谷。李立都能直接进入遗迹，为何我要参加什么狗屁天才战？韩阳啊，这田父门主也不容易，
还是不要用如此语气同他说话为好啊。不妨。海洋啊，天才战对于我辕门来说至关重要，还请你三思。要参加天才战也可以，只是有何要求尽管提。只是本人在先前一战中受了点伤。这样，你先拿10枚千年灵药让我恢复恢复。10枚千年灵药，海洋，你可知道10枚千年灵药意味着什么吗？海洋啊，辕门巨气大能，这千年灵药的配额也不过是1年1枚。你这要10枚，这就是狮子大开口啊！既然没有千年灵药，那就按照之前的约定，提前安排我进入营界。约定也罢，我就以副门主的身份，我许你10枚千年灵药，但是一定要给我拿到一个名额。什么？一言为定。3门会武的天才战是什么时候开始？3天之后。好，拿到灵药，我闭关3日。3日之后的天才战名额，我必给宗门拿下。有了这10枚千年灵药，运用星辰之力冲击第5穴，应该不成问题。白皇李下次见面，老子非弄死你不可。你说，你说说，走。修为这么低，如何杀数位断骨9重的人？我看这血莲剑客徒有虚名，十有8九死在9剑仙李玄宇手上。也是，如果血莲剑客是地阶天赋，绝不会3年时间籍籍无名啊！啊，这3门会武是什么规则？乱斗？还是擂台赛？什么情况？这马上比赛了，你不提前了解一下比赛规则吗？是这样，会武呢一共分为2轮，第1轮是乱斗，3门各派出1人，能赢得其他2门当中的1人，就算胜出，便会进入第2轮。第2轮是争夺战，在这擂台中央可设6枚令牌，1炷香的时间。能取令牌多者，就会赢得最终的资格。哼，这辕门负责谈判的是废物吗？这么明显针对辕门的规则，他都能同意，简直是其余2家联手驱逐辕门的机会啊！你不知道啊，那不是谈判的时候，凤凰山巨气大能重伤了掌门，要不然我跟你说，哼。哦，原来是技不如人呢。还真是毫无血性。哎，要是我是门主，什么狗屁谈判，直接开放遗迹，让所有门派的武者全部进入，到时候我倒想看看哪一边死伤更多。哎呀，说的啊！这家伙就是你说的血莲剑客？是。哼，如此的谎言，亏你说得出口。那小子不过是筋骨5重，他能挥出惊天一刀，击退你蓝白凤凰。3天前，他确实击败了我，只不过现在的我已远在他之上。白凤，别吹牛了，等会儿比我替你杀了血莲剑客。今日擂台赛，刀剑无眼，死伤不论，天才战开始。我辕门乃是东道主，享有优先权，第1个上擂台。分天门弟子血人龙挑战辕门血莲刀客。什么？太过分了！分天门竟然派长老出战！这个血人龙修炼的境界也达到了筋骨7重巅峰境界。听说他为了天才战主动退出了长老院，真是卑鄙呀！居然自降身份上台会武，无耻！太过无耻！3招，你若
跪地磕头向我求饶，3招之内我必杀你。出剑吧，若是我先出手，你恐怕连拔剑的机会都没有。什么？血莲，我必让你永生铭记今日这一战。我血人龙将会成为你下半辈子的梦魇。幻雀杀，怎么不见了？这是什么武道？焚天门的剑道，难道已经强悍到如此地步了吗？就连咱们这样的断骨巅峰也察觉不到这一剑来自何方啊！这血人龙莫不是因为修炼幻魔剑才耽误断骨吗？幻魔剑，焚天门门主火焚天最强剑法之一。这焚天门上下能够修炼成幻魔剑的，有屈指可数的2人。还有这次危险了。这世上哪有什么消失之法？你不过是利用幻魔剑的剑意，让人产生幻境罢了。这一招确实是真正的聚气之下无敌之剑，但是你也太小看我韩阳了。你能察觉到我的问题？幻魔剑聚气之下无敌，堪称焚天门最强绝学之一，居然被血莲刀客韩阳随手刺杀。贺万峰这老狐狸竟得此大才！血莲师兄霸气！万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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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万小子，万圣！我不是提前洞察到了血人龙的踪迹？哈哈哈哈哈！韩阳不愧是我原本千年不遇的天才呀！哈哈哈哈哈！哼，韩阳，即使你能剑斩血人龙，现在的你也是你面前高山一般的存在。这个血莲刀客有点意思，难怪。小云儿，会一会他。师父，徒儿知道了。我要挑战血莲刀客。此人莫不是凤凰山山主青川蓝彩云？血莲刀客，我都听说了，听说你很强，只是我不信，我偏要试试。凤凰山的女人有意思，都喜欢放屁。还好我有9转星神诀可以化解。卑鄙！你居然用毒！难道这小子玩真的？众人皆知凤凰山的女人擅长用毒，难道韩阳不知道吗？不应该啊！按说按韩阳深厚的功力，要是在这阴沟里翻船，那可就真成天大的笑话了。放毒啊！你怎么不放毒了？你这个臭男人，老娘今天毒死你！嘿，嘿，嘿，哈，啊！来吧，来的越多越好。凤凰山的毒术很厉害，竟然帮我跳过断骨，进入聚气境界。啊！嘿嘿嘿！我天生毒体，早知道如此简单，以后拜入凤凰山，每天搞一批混毒，这成长也太快了。茶阳，不会是被毒晕了吧？你看，躺着不动了，八成死了吧？蓝彩云，认输吧。啊，师父！分你行事占优，凤凰山早就认输了。哎，姑娘，别走啊！我还没投降呢，继续给我投毒啊！快把子弹服下！可惜了，我要是能再拖一会儿就好了。唉，这小子岂止是没中毒，感觉气息反而变强了不少。今天我要挑战血莲刀客。哎，你们2家居然想用车轮战消耗血莲刀客！韩阳，今天我要让你死！原来血莲剑客居然是韩阳，怪不得这么厉害。这不是败给韩阳的蓝白凤凰吗？这焚天门也太无耻了吧！竟然采用车轮战！韩阳已经连斗2场了，对手都是断骨最高境界的天才，这样下去，韩阳输定了。焚天门的人
完全符合规矩。无情，你个死人妖，手下败将还敢来挑衅？不要装腔作势了，快显真容吧！好，今天我就让你死个明白！什么鬼东西啊！白皇，你不会3天没洗澡了吧？韩阳，好久不见，这一天终于来了。李丽，李丽，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么个鬼样子？李丽原来是焚天门的蓝白凤。我说这么多年，焚天门的人怎么武功进步神速？原来是在我们辕门偷学功法呀！门主，李树山、李丽父子已经马行空进天星，是被你派我遗弃了吗？怎么？他马行空进天星已经出事了，不管李树山在何处，都要给我抓回来。是。不平，走。我梵天果然技高一筹啊！李丽这小子倒是比我想象中更有魄力，为了跟韩阳较劲，居然敢将自己炼化为游尸。韩阳，昔日膝下之辱，今日我李丽必10倍偿还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不知好歹。当初我饶你一条狗命，没想到你不仅不知道感恩，反而一而再再而三用你的阴谋诡计害我，甚至还不惜动用4季楼、古长老和焚天门的势力。既然你想找死，这次我便不再饶你。饶我？你怕是太小看我李丽了。我已经去过一记了，真是洞天福地。韩阳，以我现在的武力，杀你如同踩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说的好听，不就是把自己弄成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吗？旁门左道，找死！臭小子，今日便取你狗头！今日我便取你狗头！哦，是吗？就凭你这把破刀，也想杀我？敢侮辱我的月光斩是把破刀，今日你必死！小爬虫，你这么着急找死，也罢，今日我成全你。四象咒印刀，白虎杀！哎呀，你果然有点东西，没让我失望。你也不赖，石化之后居然能扛得住我这白虎杀，不像以前我还没动手呢，你自己就先跪下，逼我消耗高贵的精血，你罪该万死！破6重进7重，竟然这么轻易就让你成为了断骨7重，这颜月谷遗迹到底有什么妖法？韩阳，我看中你的女人是你的荣幸，你居然敢忤逆我的意志，我便让你知道与我之间存在怎样的差距。死在我刀下的一个个短命鬼，都曾像你这般嚣张。是，九转星辰诀，星辰之力，四象咒印刀，青龙破！你不可能这么强，不过是一个阿金赘婿，你不可能！我那李家世子，你让我消耗了高贵的精血，罪该万死呀！实力不咋地，废话是真的。不死，之后不必灭你满门。讲多了，你怎么可能不死？你杀了我！有本事你杀了我！我的天，原来你就是李树山！
贺万天，你知道的太晚了，你的人已经走了。现在我们焚天门和凤凰山才是刀俎，辕门才是鱼肉，给我杀！住！混账！他们这是要干什么？杀！臭小子，也去死吧！小子，本山主今天倒是要看看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上天的本事？看来焚天门和凤凰山是向辕门灭门呐！什么？焚天门和凤凰山居然动用了4柄灵器，这韩阳能撑得住吗？韩阳天命所归，我相信他可以。我们人少，所有人不要轻易妄动，谨防两门偷袭。不可能，发生什么了？幻魔剑！这小子居然学会了我们的镇门之宝幻魔剑！哼，看来我还是低估了韩阳这个小家伙。韩阳必须死，否则人们得到幻魔剑的办法，事情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啊！韩阳巨人这么快就领悟了焚天门的镇门绝学幻魔剑，薛老，看来我们是多虑了。我辕门得韩阳，实乃千年之大幸啊！这幻魔剑配合幻云步，实乃天作之合呀！此子真乃大才啊！我还是低估了韩阳这个小家伙。凤凰山所有人，撤！焚天门所有弟子，撤！你给我追！我们人少，辕门人不准追赶。哼！一战，焚天门战死巨气一重1人，金谷巅峰1人。2战，战死巨气2重1人，金谷巅峰4人。辕门可谓是大获全胜啊！韩阳，这个韩阳必须得死，否则你梵天门与我凤凰山将永无出头之日。凤凰山山主，你来做什么？辕门底蕴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很多，所以我此次前来，是建议你我两门再与段天国联手。联手可以，老夫有一个条件，将你凤凰山的蓝彩云嫁给我的孙子火听雷。我帮了辕门这么大一个忙，就这？韩师弟，宗门也不富裕啊，再加上这次与焚天门、凤凰山大战，多位巨气大能受伤，需要这千年灵药疗伤，这是我们所有的存货了。行，有劳，这我拿走了。兄弟，别误会，2个月我一定补齐。老田啊，我知道你是个好人，不过很多事情啊，你做不了主。不是，我说2月行。其他几门大败，他们很有可能会联手对付我们。通知所有人，把守隘口，不准任何陌生人进入。是。宗门这么对你，你不生气？你还真是神出鬼没啊！师父问你话呢，你不生气？你伤势有复发过的迹象，连寒冰醉也压制不住你体内的邪火了吗？
这女人居然里面啥也没穿。你还好意思说？若不是上次你差点喝光我的酒，我怎么会？你有调查到一些有关寒风的消息吗？对了，我调查到寒风，当初炎月谷一季开启时，我曾感受到一股磅礴的力量从炎月谷离开。现在想想，应该就是父亲。我父亲？你的父亲可比我厉害。我父亲竟有此等修为？敢不敢跟我去一趟黑城？黑城？现在？当然，不然我来找你干嘛？对了，韩阳，还有一件事我忘了告诉你。